列美角的频道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在特拉维夫，现在想要带大家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来看以色列在10月7号的大屠杀之后，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，算是在特拉维夫最热闹的一个区域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 Dizengoff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眼熟的东西，就是这一个 7-Eleven。那这个之前呢，我也有进去开箱过，不过再快速的开箱一下好了。这里呢，就是有卖可颂啊、思乐冰，然后这个热狗堡，然后还有一些 7-Eleven 的专属的东西，我看看在哪里哦。诶，没有看到了。然后还有御饭团呢，好可爱哦！御饭团、三明治。那其实我觉得啦，就是我找到了，这是 7-Eleven 的特殊的商品，一双袜子要台币差不多270，有一点珍贵。那所以以 7-Eleven 来讲呢，跟战争之前没有太大差别。但是我们继续逛街吧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左右，特拉维夫跟耶路撒冷就是不一样。晚上7点多的时候，在路上你看到的人潮就很少很少。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的话，宝宝也想讲话。那现在在特拉维夫呢？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人口密度呢，跟耶路撒冷就差很多。耶路撒冷有机车，但是没有这么多。然后也没有这么多滑板车的人，他们都滑很快。有些人会戴安全帽，但大部分应该是都没有戴安全帽啦。那这个 Wolt 就是在以色列会有的类似 Uber Eats 的东西，就是送吃的、送外送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来到特拉维夫想要逛街的话，最热闹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Dizengoff 购物商场。就大概这样而已。从左到右，怕有人说都被我头挡掉，所以再拍一次地图。那5分钟距离内，你可以到这一些地方。好，我们算是找到第一个跟战争之前不一样。这里有一个看板，那它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停车的话就要罚款。可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活动是不是直接跟呼吁人质回来有关。如果你们在以色列看到这个黄缎带，意思就是希望被哈马斯绑架到加沙的人质能够快一点回来。那不只是在这种看板上面会看到，很多人身上也会标一个小小的黄色的缎带别针，意思就是在同样的在提醒整个社会，我们的人质还没有被释放，他们还被困在加沙。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跟战争之前有什么不一样。现在的车也是蛮多的。这里有花店，卖植物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很喜欢大自然。这些兰花一株是50 shekels， 和台币大概400块。然后在那边有泰式按摩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那一家好像是珍奶店，叫做 Tea Bar。然后呢，这家店怎么人这么多？但是我觉得，毕竟以色列是在战争中的国家。那光是今天就有防空警报，不是在特拉维夫，但是在特拉维夫的几率也是蛮高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些人，他们并没有因为以色列还在战争中，然后就不出来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、跟朋友见面。但是呢，前面可能有一些跟战争之前不一样的东西。前面那边有一个喷泉，我想带你们看那边放了什么东西。这是情侣双载，不太建议，因为会蛮危险的。绿灯。
这里人潮好多啊，有人还在用电脑，有人聊天。坐在这里，这些椅子呢都是市政府提供的，随时都会在这里。哦，是什么东西在这里？后面有一辆可能是第一时间的那个紧急急救车，它先开路以后，然后之后就会有那个救护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就在这个重要的地标的喷泉的旁边呢，有放很多的照片，还有蜡烛。那你看，这里不只是有照片跟蜡烛，还有一些私人的用品。所以你们应该都猜得到，在这个 Dizengoff 的这个喷泉这里，就是在纪念10月7号这些被杀害的人。放了蜡烛就是在追思，那也有放一些就是可能象征他们的一些东西。他们因为就是要让来的人能够知道说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他们有他们的喜好，他们有他们的兴趣，他们不是只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家庭的宝贝，是一个家庭不可缺乏的角色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像这里有娃娃，这里有一些玩具，这个是尼泊尔文，因为哈马斯也不是只是杀犹太人，他也杀了穆斯林，杀了泰国的工人，贝都因人，也杀了尼泊尔人。特别多的娃娃，特别多的东西。这个好像是特拉维夫球队的那个毛巾，小的号角。他们是军人。起来是小孩的东西，拼图，你们会看到很多跟红花有关的艺术创作，因为哈马斯入侵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以色列的红花闻名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红花的艺术创作。那这些东西呢，都是民间他们自己自发性，然后做出来的，然后就一直放到现在。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，每个以色列人几乎都有认识的人死在10月7号的大屠杀当中。但是哈马斯并没有成功的让以色列人失去希望，失去对生命的热忱。你们可以看到，还有这么多人，他们照样的来吃饭。那今天也还不是假日，是周间，所以这么多人真的是蛮令人佩服的。
在10月7号发生以后呢，10月、11月都有很多的防空警报响起，在特拉维夫这边，就是哈马斯它持续的攻击以色列嘛，那特拉维夫就是它的目标，因为比较近，然后人口也多，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心里应该是有一些的创伤在，因为你一个礼拜可能跑3次、4次的防空洞。大部分人还是会跑，即便说以色列有那个铁穹系统，但是照理来说，你跑那么多次，应该还是心里会害怕。可是以色列人就是说，我们就是习惯了，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况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子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，然后就停下那个生活的脚步。那像最近以色列才被伊朗攻击。那很好笑的是，那天也没有停止上班呢。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打耶，被300枚就是飞弹跟无人机攻击。然后那天大人还要照常上班呢，真的是很难想象吧？那个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打完啦，然后铁穹系统也都拦截下来啦，总共有4层，所以没事啦，就继续上班。真的是很难想象，就是你要有多坚强才能够住在这个国家。那这个板凳上面，放了2只熊，刚刚也有经过一个有放熊，那也一样是艺术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向民众提醒，还有人质没有回来。那这个人质呢，叫做 Noya Sharabi， 才16岁而已。我们继续走，然后呢，在这里也同样有人质的海报，但是前面应该还有更多的，我再给大家看。这里也有，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Ziv 跟 Gali Berman。那我们之前呢有采访过一个女生，刚好就是这对兄弟的好朋友。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那一次的采访影片。然后呢，这里又有熊熊，熊熊好脏，熊熊受伤了，而且你看这里都是他流血的一些痕迹，就是也是一样要提醒我们，人质他们，还有就是10月7号的受害者所受到的折磨。那这已经很客气了，这里还没有就是把那个血迹放在女生被性侵害的那个部位，因为哈马斯对很多的女性，甚至还有未成年的孩童都犯下了就是违反人类道德的性侵。因为在战争里面，其实性侵也是一个武器。那哈马斯他们是系统性的在他们侵略的7到8个镇都有性侵，然后在他们的这个指示里面也有说要去性侵以色列人，然后以色列逮捕的哈马斯囚犯同样的证实他们接收到这样的指示，要去玷污以色列人，就是真的很邪恶，真的很可怕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走。这家店呢是卖 sabich 跟 falafel， 就是以色列的食物。sabich 它是炸茄子的三明治 ，falafel 是炸鹰嘴豆球。然后呢，这里也有熊熊，好像这一面那边也有熊熊，所以不是每一个那个板凳都有熊熊，那边的板凳也有，但是下一个就没有。好啦，那不知道各位什么时候有机会来到以色列？那如果人质还没有成功的透过谈判，然后带回以色列的话，很可能你们来到特拉维夫看到的就会是这个样子。可能就是很多人会问说，所以现在去以色列到底安全吗？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。如果你觉得就是朝圣有一个急迫性，你一定要现在来，那我会说，那你就来，因为这就是以色列人很日常生活的一面。如果真的景影响了，那就跟着大家跑防空洞。那确实偶尔会有那个恐怖分子，但是亚洲人不是恐怖分子的目标，除了哈马斯以外。因为哈马斯是看到谁都杀，但是在以色列境内，你可以看到就是人们都是很正常的在生活。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个恐怖分子不要命了，然后去攻击人的话，
通常以色列人因为都就是受过军队的训练，然后他们也可以配枪，就是每一年好像再去重新的审查，然后精神状况良好的人才可以继续配枪啦。那就会把这些坏人就制服。所以就是风险是存在的，我不会说是完全是零，那就看你个人有没有平安吧。因为我觉得风险也不是人说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，但是你知道有风险，然后如果你心里有平安，那我觉得这就是以色列现在的一个状况。那如果你觉得很害怕，那就先不要来，因为以色列一直都会在的。好啦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